霍君华死后，凌不疑彻底崩溃，因为在这个世上只剩他孤零零一个人了。剧中有一幕是他跪在雨中大哭的样子，陈少商认识凌不疑那么久以来，第一次看见他哭。以前在县城被剑穿刺疗伤的时候，伤口流血不止，都没有看见他喊一句疼，更不要说流下半滴眼泪。如今亲人的离开，他浑浑噩噩的在雨中崩溃的模样，好让人心疼。但这份心疼也让陈少商看出凌不疑与霍君华这对母子的问题。原本陈少商应该只是猜想凌不疑是霍冲的儿子，但霍君华死后，凌不疑难过也没有怎么喊过他母亲，这也证实了陈少商的想法。至亲的离开，而且是生母，凌不疑没有像寻常人家那样抓住霍君华不放的念念不舍，而是痛心和遗憾。痛心姑母就这样把他抛下，遗憾他没有看到自己手刃凌毅。于是在霍君华临墙前，陈少商才会再一次问凌不疑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想要和我说的。一次次给他机会，陈少商想要的不是已经得到了答案，而是想要亲口听他对自己说，想要他对自己坦诚相待。可等到的是新婚前夜，新郎抛下新娘子独自去灵府的复仇。陈少商早就知道真相，也知道他非去不可的原因，并没有拦着他去做想做的事情，就像当初给他承诺一样，支持他的每一个选择。陈少商明知道凌不疑这一去，不管是成功与否，都会成为城中弑父的罪人，可他何曾在意过？凌不疑疯了，陈少商比他更疯。找文帝告状说凌不疑的真实身份是霍无伤，要去灵府杀了凌毅，为霍家孤城的家人报仇。陈少商这个举动既保护了程家不受牵连，也为凌毅找好了退路，穿着嫁衣跑去灵府，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少商很傻吧，明知道凌不疑把自己抛下，却还不忍想跟他在一起，哪怕是死也愿意成为他的新娘，告诉他不是孤身一人，这份爱爱到骨子里。陈少商一直是凌不疑生命中得以救赎的那束光，他的一句不愿拖累把陈少商推得远远的。有时候凌不疑真的特别直男，总是站在他自以为是的角度去做一些为陈少商好的事情，可从未想过这是不是陈少商真正想要的。他怕连累陈少商，可夫妻本就是一体，遇到事情就是要一起承担，共同面对，这是当初他教少商的呀。而复仇后，凌不疑也改回了他原来的姓氏，为了报答和怀念姑母，他改名叫霍不疑。霍不疑和陈少商分开那5年，对他们来说是2种惨。霍不疑就是不停地打仗，恨不能死在战场上，但心里又放不下陈少商，就每天每分每秒地思念他，没事就摸着牙印和少商闲。少商是另一种惨，他整整5年都没有出宫，一个热爱自由的少女把自己禁锢了起来。他躲进了永安宫，却没能躲过众人的指指点点。从不懂规矩的陈少商变成了恪守宫规的成功令，对他来说，成长的代价就是贵女口中的痴心妄想吧。用王延基临死前对霍无伤说的话再好不过了，你报仇雪恨，自己是痛快了，可有想过留在都城的陈少商日子有多难过？他虽然躲进了永安宫，可闲言碎语无处不在，尤其是头几年，连个小宫婢都能对他指指点点，更别说那些之前眼红的他的高门女眷。他们讥笑他白做了一场好梦，被你骗得神魂颠倒，被你蒙在鼓里，做了你复仇的挡箭牌。5年后归来，霍不疑一把抓住陈少商，单腿跪地，牢牢箍住他纤细的腰身，恳求道：你别这样狠心，5年前是我对不住你，别人不明白，但我明白你是从不肯相信别人，也不愿意依赖别人。可是我逼着你接纳我，等你全心全意要和我过日子时，我却舍下了你。我绝不原谅你。陈少商淌着泪，咬着牙，恶狠道：别做梦了，我能好好活到现在，就是靠着心硬。我绝不原谅对不住我的人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5年前你会舍弃我，焉知以后你不会重蹈覆辙？我知道人人都明里暗里帮你说话，包括我的家人，可我偏偏不如你的愿。没有你，我也能过得很好。我绝不会再相信你了，绝不。这真的是把我虐哭了。